奥修与赛斯对转世的看法。奥修和赛斯在转世这个话题上有不同的观点。奥修对转世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观点，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存在，并且在不同的生命中经历住多次转世。奥修相信灵魂在每一个生命中都在学习和成长，并且这种学习和成长是灵魂的进化过程。他认为转世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不同的身体和环境中体验不同的学习和成长机会。赛斯对转世则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。赛斯主张存在一个个体意识体，它不仅是我们当前的人格，还包括我们先前和未来的人格。赛斯认为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人格都存在于同一个意识体中，并且它们相互影响和交流。因此，赛斯认为转世不仅是在不同生命中的灵魂的经历，而且还涉及到意识体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。总的来说，奥修和赛斯在转世这个话题上有不同的观点。奥修相信灵魂在多次转世中学习和成长，而赛斯则主张存在一个意识体，其中包含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人格。无论是哪种观点，他们都提供了对灵魂和意识的连续性的思考，并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存在和进化的更深层次。奥修与赛斯对梦的看法。奥修 Osho 和赛斯 Seth 在梦的看法上有一些不同的观点。奥修认为梦是一种无意识的表达方式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探索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。他强调梦是一种象征语言，它可以反映我们内在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想法、愿望和情感。奥修鼓励人们将梦境视为心灵的讯息，通过对梦的解读和理解来获得对自己内在世界的洞察。赛斯则对梦持有一种更加综合和维度的观点。他认为梦是一种多重现实的体验，我们可以在梦中探索不同的现实层面和存在。赛斯主张梦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在梦中体验到不同的意识状态和现实维度。他认为梦不仅是心理的表达，还反映了灵魂和意识的深层活动，并提供了对我们自身和宇宙的更广泛的理解。总的来说，奥修和赛斯在梦的看法上有一些差异。奥修强调梦是一种象征语言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。赛斯则将梦视为一种多重现实和意识探索的方式，它不仅涉及心理层面，还涉及灵魂和宇宙的更广泛的层面。无论是哪种观点，梦都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经验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和宇宙。奥修与赛斯对存在的看法。奥修和赛斯在存在的看法上存在一些不同。奥修认为存在是一种无限的能量和意识的流动。他强调存在是全面的，无所不包，是一种连接一切的共同存在。奥修鼓励人们去体验存在的当下，超越思想的概念和分离的感觉，进入一种与宇宙共融的状态。他主张人们要通过静心、冥想和深度体验来觉醒到存在的本质，超越生活中的局限和束缚。赛斯则对存在持有一种更加综合和多维的观点。赛斯认为存在是一个多层次、多维度的实相，我们所经验到的现实只是其中之一。他主张存在是一个包容了无数可能性和潜能的存在，我们通过意识的选择和创造来体验不同的现实。赛斯强调个体的意识和创造力，在选择和塑造自己的经验中发挥出关键作用。总体而言，奥修和赛斯对存在的看法存在一些差异。奥修强调存在的无限性和全面性，并鼓励通过静心和深度体验来觉醒到存在的本质。赛斯则将存在视为多层次、多维度的实相，
并强调个体意识和创造力在体验不同现实中的作用。无论是哪种观点，存在都被视为一种丰富、多元且充满可能性的实相。我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和体验与之互动。赛斯 （Seth） 是谁？与的彻书籍中的赛斯有何分别？赛斯 （Seth） 是由美国作家珍妮特·罗伯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通灵及自动书写方式接收到的一个灵性实体的名字。赛斯声称是一个来自不实体 non-physical entity 的存在，透过珍妮特·罗伯茨的媒介能力，传递灵性智慧和启示。赛斯的教导被记录下来并以书籍形式出版，最著名的是赛斯说 Seth Speaks 和无限灵魂 The Nature of Personal Reality。 这些书籍涵盖了广泛的主题，包括意识、创造力、个人成长和宇宙的本质。赛斯的教导强调个体的力量和责任，并提供了对灵性和意识的深入思考。另一方面， Data Through Roberts 是另一个与赛斯有关的通讯实体。Data声称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，传递有关个人和宇宙的资讯和洞察。尽管两者都谈到赛斯，但他们是不同的实体，有着不同的教导和观点。赛斯的教导注重于个人的意识和创造力，而 Data 则提供了更广泛的宇宙视角和洞察。每个实体都有独特的教导，并对灵性和意识的理解提供了不同的观点。